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感恩大家一起来精进读书。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付出才会结出，关怀才会开怀。其实类似的道理不只有这两句而已啦，不只是付出才会结出，关怀才会开怀，而且是投入才会深入啊，平凡才会不凡啊，磨练才会熟练啊。这几句都可以拿来当作座右铭啊，来激励自己啊。因为这5句太长了啊，所以我们就拿前面2句来当作我们今晚读书会的主题啊。但是我们会把这5句一起来综合解释啊，因为这5句金句是环环相扣、节节相通啊。只取其中1、2句来讲，会顾此失彼而不够完整，所以5种营养打在一起啊，是一杯综合果汁的。一个人能成功啊，并非一朝一夕所成啊。即使有天赋之才，如果没有后天的磨练，也是无法有所成就了啊。所以先天跟后天都重要。即使怀才不遇，也不必自怨自艾了，因为怀才就好像怀孕一样啊，只要有了，时间一久呢，就会被发现了啊。这个譬喻是非常的恰当啊。即使你是一个做人很低调的人啊，再怎么低调呢，也不会掩盖一个人的才华。所以最怕的是自己有没有那个实力啊，不必怕别人对我们不重用啊。别人对我们重用，那当然是好事一桩啊。那如果别人对我们不重用，那也没关系啊，我们就自己自重啊，自己重用自己，那这个就是自信。那些奥运得奖的选手们啊，哪一个是一帆风顺的？每一个都有一段辛酸血泪史啊，甚至曾经陷入低潮而想放弃啊，最后因为咬紧牙根撑下去，终于自我超越跟突破而夺标。台湾这次的奥运的拳击金牌啊，林玉婷就是个例子啊。他在奥运比赛期间大家看新闻都有知道嘛，被对手跟国际名人霸凌还被某一国驻联合国大使在联合国的大会里面公开拿来说嘴要顶住这样子的超大压力不简单然而林玉婷在这样的一个氛围之下呢，过3关斩5将最后赢得金牌创下有史以来台湾在奥运比赛的第1面拳击金牌，非常了不起那林玉婷经过霸凌后仍然坚持不懈，这个故事是具有深远的意义他展示的即使面对巨大的压力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时依然充满自信，坚持自己的目标，最终取得非凡的成就这个会激励无数人相信自己有无数的潜能跟能力所以逆境不能阻止一个人实现自己的理想，也不能阻止我们迈向成功那这个就必须培养自己强大的内在力量才有办法。林玉婷的胜利也是对霸凌行为的有力回击，即使被人看低遭受不公平也不能失去信心所以他不只是取得胜利，还成为对抗霸凌跟捍卫自我的这个榜样他的故事是鼓励了很多人尤其是那些遭受不公平待遇的人教导他们勇敢面对挑战，并相信自己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那记者在采访他的时候问他如何处理金牌奖金的这个事情他说了一句希望把一部分奖金拿来协助弱势族群，还要拿一部分来协助推动拳击活动。得金牌的选手会讲出这样的话，老实讲没几个啦，这才是真正的杰出选手不只是运动杰出，人格也很杰出。也因为他有这样子的人格内涵台湾的体育署任命他为反霸凌大使所以他不但在拳击的领域上取得巨大的成功，还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为社会公益事业贡献力量。这就是我们今晚主题要讲的，坚持不断的付出才会创造出杰出
我们很容易看见别人成功的成果，但是却看不见别人成功背后是付出了多少的心血，遭遇了多少的挫折啊！然而这些挫折跟磨难呢，甚至曾经让他想放弃哦。但是只要有一个正念提起，百折不挠啊，最后就会因付出而结出了，因投入而深入了，因磨练而熟练了，最终呢，逆转人生，创造出辉煌的成果了。其实推动慈善工作或投入公益事业也是这样的道理哦。表面上大家都在为人群付出啊，都是令人赞叹的。然而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有用心投入的过程，才会有丰硕的成果。外行的只会看结果，内行的是看过程。所以佛法才说菩萨为因，凡夫为果，意思就是菩萨看的是那个过程的因，那这个就是门道了。那凡夫看的是什么？最后的成果了。那这个就是什么？热闹了。那这句话也是在提醒我们，不要抓错重点。重点如果是放在结果上，就会有得失心而患得患失啊，这样就容易起烦恼了。那过程中呢，过程呢才是我们学习的重点呢。过程中有在付出，有在布施行善，即使你无所求，也是会有所得，有福报，有功德。相反的，没有付出的过程，或是付出有所求，那你在佛菩萨面前再怎么样求也是无所得啦。结果或成果不能说不重要，但结果跟成果是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以世间法来讲呢，果不能说不重要啦。做了老半天也要有成果呈现出来啊。甚至呢，成果会帮我们说话，不是吗？然而因才是重中之重啊。总而言之啦，过程要尽心尽力，结果要一切随缘。有这样子的思维，才会一切都是好因缘呐。那这个是修行的理念，也是证悟的道理啦。所以只要我们人生价值观很正确，也能用心做出正确的选择，就能造就不一样的人生呐。人生如果无法克服最艰难的险阻，至少也要能勇于尝试啊，而不是彻底放弃哦。试都不去试啊，那怎么会有成功的契机呢？岁月的增加不足以使人衰老，因为有可能是人老心不老啊，甚至是老当益壮啊。然而放弃自己的理想，很容易使人衰老，叫做未老先衰，老气横秋啊，年纪轻轻老样子了。如果做起事来意兴阑珊啦，得过且过啦，因循苟且啦，甚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啦，那这个就是哀莫大于心死啊，心都死了，整个人像行尸走肉一样，那怎么会不衰老呢？有一句励志名言我们读书会有分享过叫做钻石埋得再深还是钻石啊，灰尘飞得再高还是灰尘啊。这句话呢，能够透彻理解的话呢，就会产生自信。而这个信心清楚告诉我们坚定才会受到别人的肯定，坚持才会受到别人的支持，努力付出才会让自己杰出。这个杰出不是单指功成名就或光宗耀祖或名利双收或在某个领域上表现很出色这些当然也算是个人的杰出表现了但是刚刚讲这些还是属于世间法而已有为法一样杰出不仅仅限于个人的成就，还可以用于团体、产品、事件等等多方面呢。把杰出这两个字呢，把它广义解释就是超越平凡而进入非凡，或是具有重大的影响力，或是有韬光养晦的崇高人格所有的志工不只是慈济志工都算是杰出人才。他们默默的付出，无私的奉献，这就是因付出而杰出嘛。
他们身体力行投入人群，而人群是道理的中心哦。因此，他们从实践中能体会出很多人生的大道理啊。他们从生活有寄托啊这个方便法呢进入到生命有解脱啊，这个是真实法啊，这个也是一种崇高的修为。所以正言上人从这些平凡进入不平凡的志工呢叫这些从平凡进入不平凡的志工呢叫做草根菩提啊，这个才是出世间法的杰出啊，境界更高啊。有一次我在演讲过后呢，一位大德来问我，他说呢，这个女生啊，他说呢，她从小到大在与人的相处上不管是同学啦、同事啦，或结婚后的她的婆婆也好啦，她都很容易被人家排挤、孤立啊。他问说，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那他也问我说，那这个应该修哪一个法门呢？那因为晚上演讲过后时间也不多了，我只能跟他重点分享啊。我跟他说了在与人的相处上要关心才会开心，要关怀才会开怀，要付出才会结出，这些都要靠自己去走入人群，奉献自己，服务别人那持续跟累积久了，自然就会招感善缘我们要了解一个道理，我跟他讲要了解一个道理啦。这世间绝大多数的事情都离不开自耕福田，自得福缘跟公修功德，婆修婆得的道理。自己做才会自己得啦，别人是替代不得啦。即使别人用嘴巴祝福你啦，但是你没有去付出跟投入，这样你没有做还是不可得啦。要多做才会多得嘛，不做就不得嘛。而且在做的过程中还要无所求这样才会是无漏的功德才会广结众生缘那众生缘结得好，那自然是近者悦，远者来就是靠近你的跟离你远的人呢，都喜欢跟你在一起那不但如此呢，我们有碰到任何什么困难或者困境那贵人就会自然出现帮助你及时脱困而出，离苦得乐因此会被别人排斥、排挤、孤立，表面上看起来是别人造成的其实是其来有自其中必有缘故啦，其中必有缘故啦。如果只会怪罪别人或抱怨别人，这样就会找不到答案要找答案，就要自己本身下反省的功夫，反求诸己因为自己就是系灵人而解灵人就是要系灵人，自己就是始作俑者了所以那天时间因为很短，我只能这样简短跟他分享。他听了之后呢，豁然开朗满心欢喜佛陀有一位弟子叫做周利盘陀伽啦，他在未开悟前呢，是一个非常愚笨的人呢。他跟他哥哥一起出家，每天背诵一句偈子叫做守口摄意身莫犯，如是行者得度世就是简短这一句话而已他就是背不起来，也不懂得这句偈子是在讲什么。他哥哥很生气，这个弟弟这么愚蠢想把他赶回去那佛陀看到这个伤心的这个周利盘陀伽之后呢，就鼓励他了并耐心的教导他了。佛陀叫他，你每一天扫地就一边用心的念扫帚，念这2个字就好。刚开始呢，他不是忘了上字就忘了下字了，但由于他的艰辛跟精进不懈呢，后来他还是大彻大悟成为大阿罗汉呢。那其实修行团体里面也不乏这样的人这个叫做勤能补拙啦，很简单，跟法在勤中求的道理啦。以前我妈妈还没有读书，我妈妈没有读什么书但是她很会诵地藏经其实这个也没什么神奇的啦，只是熟能生巧而已我妈妈每天念地藏经久了以后自然就滚瓜烂熟，朗朗上口变成诵地藏经是她的专长以前我刚学佛的时候为了要持大悲咒跟往生咒，也是感觉哇困难重重
后来我想到一个办法，只要我一开车一上车就是听大悲咒跟往生咒，一段时间下来也是能耳熟能详，朗朗上口，顺得很啊。在新加坡的时候，因为我们要举办大型经藏演绎嘛，那每个人都要上台演绎10功德品啊。起初觉得手语好难哦，但我深信没有什么诀窍，唯有苦练而已啊。所以学习之道无他了，求其用心而已呀。用法之道也是无他，用法之妙纯无一心呐。最后我呢上去表演手语也是很熟练啊。那这一心就是多用心呐啊。其实不只是要多用心而已，方法还要用对哦，否则用心在不正确的事情上面，或用心在不正确的方法上，最后也是功亏一篑，不会见效哦。同理啊，也不是只有好心就好了，如果不用心学习啊，这也会造成好心做错事啊。所以付出才会结出，这里面也是蕴藏的细节哦。这个细节就是要一边付出一边学习，一边做一边学，叫做做中学，还要学中做。要关怀才会开怀，也是一样的道理。用爱心去或热忱去关怀别人，也是要方法很对机啊，很圆融才可以啊。那志工群里面不乏那种非常热心助人的人哦，但热心过度变成一厢情愿，让对方感觉有压力，甚至感到困扰。这样子的话，就变成你自己在很开怀啊，对方不一定很开怀呢。所以真理藏在细节里啊。好话虽然各有其道理啊，但也各有其细节啊。而这个细节也是我们要继续深入去体会的，才会有所体悟啊。我们举个例子来讲，大家更明白了啊。用心虽然很重要，但没有搭配正确的用法，这样有用心也会不见效啊。自信虽然很重要，但不够谦虚，这样的自信也会变成自大跟自满嘛。所以我们有一集读书会有一集我们讲谦虚的自信才不会自满嘛，我们拿这个当主题嘛，对。好，努力虽然很重要，但方向错误了，这样变成努力跑错方向，变成背道而驰啊。同理啊，精进也是很重要啊，但心中不入法啊，这样越精进反而越偏离正道啊。甚至在通往正确目标的过程中呢，碰到困难挫折或人事的问题，无法适时的转念呢，这样也是没法度。发愿虽然很重要，但心中不入法，那这样有发愿没行愿，变成愿愿皆空愿了，开的都是空头支票，全部退票。同理啊，广结善缘也是很重要啊，但心中不入法，所结好缘都是吃喝玩乐的缘呐，这样心智也是无法提升呐。也因此呢，正言上人开示说，菩萨道是在人群中做人间事，人间事是困难重重，层层关卡，且关关难过。然而只要我们心中有入法，则关关难过，关关过啊。所以人生的各种关卡可不可以顺利过关，关键就在于我们心中有没有入法。即使我们已经在学佛了啦，然而如果踏入佛门却停滞不前或原地踏步啊，这样会造成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或者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变成一知半解半信半疑啊，这样叫做有投入但没有深入，还是无法一窥佛法的精深玄妙之处啊。因此才说要投入还要深入。古今中外的胜于凡胜啊，都是从平日累积实力而来的啊。如果你现在怀才不遇，不能一展长才，发挥所长，也不要气馁啦，就趁这个时候好好磨练自己啊，养精蓄锐啊，养生积厚啊，并耐心等待因缘啊，这个叫做自助，自己先帮助自己，有朝一日必能得到人助，甚至是天助，而实现理想啊。这个也是要从自己本身去下功夫啊，
功夫下得够，那自然就是有身价，没有功夫就没有身价啦。这个就是实力原则啊，也是自然法则啊。论语里面孔子有讲一句话说：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这个文言文比较深，我们直接用白话文解释意思就是说，不担心没有官位，该担心的是自己有没有才德跟实力去担任这个职位也不怕别人不了解我们只要求自己必须有真才实学这样人家自然会来了解我们君子之所以会被人敬重，那是因为君子时时刻刻反省自己、检讨自己、充实自己、提升自己有没有增进德慧才识呢？而足以胜任自己所承担的职位呢？当遭遇不被别人重视或忽视时更应该要深切反求诸己自我精进、自我进修而不是来归咎于他人或责怪别人的不知重用真正有才德的君子，当求己不求人求心不求位求内不求外求才德兼备之实而不求徒有虚名或名实不符这样的思想，我们读书会里面也经常提起要把这样的正思维灌进去我们的阿赖耶识里面也是八识田中让这样的道理呢在我们的心中根深蒂固这样才会起心动念不离正法，也才是了生脱死跟安身立命之道好，我们现在来讲关怀才会开怀，不管是关怀别人或被别人关怀都是一件令人开怀的事情。因为关怀别人的人会觉得帮助人的感觉很好，甚至救人的感觉真好。那对被我们帮助的人或被我们救助的人来讲呢，那是患难见真情是一件庆幸的事情对去帮助别人的人来讲呢，这是自己生命功能的发挥更是生命价值的提升这就是有功能也有良能的人甚至在关键时刻呢，我们及时出现，助别人一臂之力，这个就是身价很高的人间活菩萨有些人呢，只要行事不顺或命运多舛就归咎于这个是前世业障这个遥不可及的原因命运不好一定是跟前世业障有关吗？这是取决于不同的信仰跟不同的哲学观点各有不同的看法在佛教中呢，业障确实被认为是影响一个人命运的重要因素。佛教徒会认为一个人的命运不好，这是因为前世或今世未造善业所导致的这种观点就是因缘果报的道理嘛。那印度教也有类似的因果观念，认为业力会决定一个人的来世或来世的命运那道教跟儒家思想更多关注于今生今世的行为造作跟修养道德，而不是前世的因果关系所以孔子的《论语》没有在谈因缘果报而是强调什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或者修身积德修炼来改变命运那这个跟佛教的观点就完全不完全一样然而儒家思想到现在还是影响我们很深的生活教育正言上人在开示中也是经常引用《论语》的句子我们的读书会也是一样经常引用儒家思想来跟我们现实的生活做巧妙的连结嘛。那至于基督教跟回教呢就不强调前世业障的观念而是注重今生的信仰跟行为所以他们把命运不好解释为上帝的考验，或借此提升信仰的力道。所以你要信基督教或信天主教是这样子嘛。总而言之命运不好是否源于前世业障呢？这是一个很复杂的议题没有统一的答案完全取决于个人的信仰跟人生观。然而这些不同的信仰彼此之间却有一个很大的公约数，
就是在人生面对困境的时候呢，要采取积极的态度去寻找解决的办法，而不是被动的认为一切都是无法改变的宿命啊，不是听天由命啊，而是要找方法去改变命运。所以命运不好的原因都必须自己去找，可以检讨过去，但不要纠结在过去。我们要做的是把握当下嘛，在入人群付出，去关怀，去投入，去供养一切众生，去广结一份善缘啊。那刚刚前面我们提到那位听众问我说常常被人家排斥啊，被同事排挤啊，跟那个婆婆相处困难啊，被孤立啊等等啊，这到底是如何？这要到底如何是好啦？他还问说要修持什么法门啊？其实有办法，解决跟改善的方法很简单，就是行普贤十大愿里面的这个广修供养啊，这个是很好的修持法门啊，在人群中与人家互动，和颜悦色，主动付出，用心关怀，谦卑态度等等，这是属于身的供养啦。那讲话雅言正语，温言软语，轻声细语，不搬弄是非，不两舌恶口等等，甚至讲话很会激励人心就鼓舞人心，这个是口供养啊。那不嗔恶嫉妒，真心赞叹，心存善念，心宽念准等等，这个是意供养啊。用这样的身口意来供养，调和自己，自然会招感有相同频率的有缘人，而善缘来相聚啊。加上呢，有缘说话是真理啊，这样跟人相处起来，你就会你心知我心，知心相契了。因此，当我们在问别人 why 英文why why 你在问人家 why 之前呢，要先问自己 what。什么是 what 意思就是我对朋友是肝胆相照吗？我对婆婆是视己如亲吗？对工作我有全力以赴吗？对同事我有伸出友谊之手吗？这些都要自己去反躬自省，反观自照，做得到才有可能结好缘做不到呢，只好唱那一首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对，为什么我人缘不好，诸事不顺，遇人不淑，怀才不遇，命运安怎会这悲惨呢？婆媳问题也是一样的道理啊。一等婆媳是如母女般的亲密啊，二等婆媳是如朋友般的尊重，三等婆媳是如君臣般的严肃，那劣等婆媳是什么？如冤家般的相聚啊，互相讨债啦。那同事间的问题也不例外啊。一等同事是互相尊重，彼此礼尚往来；二等同事是合作无间，互补互信；三等同事是什么？孤僻独行，自以为是啊。好，劣等同事是什么？兴风作浪，勾心斗角，破坏好事。这些大家都可以拿来参考了，多少会有帮助啊。那刚刚一开头我们有提到，要平凡才会非凡嘛。平凡的经历跟累积是达到超凡入圣的基础。一个人唯有在日常生活中脚踏实地的努力，不断的学习跟累积经验，才能够在关键时刻展现出超凡的能力。叫做养兵千日，用于一朝啦，也叫做学佛千日，用于一朝啦。每一天都是学佛千日的每一朝，都随时可以派上用场，都可以学以致用。所以持续跟累积是很重要的生活哲理哦。运动也是一样的道理啊，一曝十寒会造成功亏一篑啊。学习要有成效，也是不能轻易中断。这个我是有很深的体会啊。因为我是30年来运动没有中断的，返台后这12年呢，更是加强肌力训练的重训的。我没有时间去健身房，我去了几次，因为我要学那个道理嘛，还要去学，要不然会运动伤害啊。对，学几次之后，我就回来家里自己练了，买设备自己练啊。
这样在家里练我才会方便，方便才会持续嘛。对，所以我才说无处不到场，处处健身房嘛。运动虽然看似平凡但持续不断的累积，最后也会非凡呢。各位看看这几张去年我在陈运时候拍的相片，这是一个72岁老人的肌肉，仅供参考啦。平凡的生活跟工作呢，本身就蕴含着很多挑战跟磨练，而这些挑战跟磨练能够锻炼我们的意志，这些平凡的经历都会逐渐成为我们应对挑战的超凡力量这样说来呢，我们每个人都是有超凡的力量所以近似语才会说勿轻视己人，人有无限的可能。吃很浅的，理很浓啦。好，我们今晚读书会付出才会结出，关怀才会开怀，就分享到这里。感恩各位的聆听，祝福各位法喜充满，福慧双修。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